们继续来往下讲哈，在前一章讲到这一个 quantum space， 那 quantum space 里面就最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些 quantum vectors 跟我们的 tensor product 跟这一个 unitary operator。那事实上 unitary operator 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就干脆把它统称叫做 quantum operator。那它必须承继了很多的那个 linear algebra 的那个 knowledge 哈，所以我们在下面的2章将会花很多时间来把这一部分呢跟 quantum space 的相关把它做一个串联这样。好，那我们就准备呢来往下认真的看这个linear algebra 跟那个 quantum space 有关的相关的特性跟那些重要的公式这样。好，我们来看这里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 4.1 这边我在讲个 linear operator， 那这个名词大家都很熟悉那为什么要特别拿它出来讲呢？好，往下看就可以看出来我画了一个图，我画一个什么图呢？我画了一个这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说传统的这个线性映射，这是一个非常 general 的非常 general 的一个线性映射的东西那它的 special case 就是一个叫做 linear operator， 它的一个 subset然后呢 linear operator 里头又有一个因为这一个linear operator 待会我马上会再跟各位做详细的说明那中间呢又有一部分叫什么？叫做 unitary operator，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单式算子那在单式算子很多的部分的话，在这个量子计算里头的话，它并还没有被全部接纳成这一个 general 的这一个circuit 的一个基本的元件这样所以有一些基本元件叫 quantum gates， 所以以此类推，就是说 quantum gates 一定是一个什么 unitary operator， 那 unitary operator 呢一定是一个 linear operator， 那 linear operator 呢一定怎么样？一定是一个线性映射。哇，天哪！那整个的话就跟怎么样？跟整个我们部分都全部都涵盖在一起所以这个整个我就把它叫做 computing space 这整个这个计算空间。所以可以看出来中间的观点有没有？我就弄了一个集合的方法来给各位看这样所以在这一个课程里头就是说有关于我们讲这个量子的计算甚至程式设计里头的话，我们会强调怎么样？这个单式算子我们看出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把它叫做什么？把它叫做 quantum operator 所以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来说明怎么样？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特性，有没有？那这个在未来我们会去研究这个 quantum gates and possible 这个 candidate gates， 也就是说这些 gates 有一天很可能也变成被纳进来，变成 quantum gates。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玩的有些常出现的那个 unitary operator， 有一天会变成 quantum gates 就是说硬体或者说相关的套件呢，把它 implement 出来以后呢，都会纳进去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整个的结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没有？所以我就帮各位做了一个很仔细的分析。那言归正传，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传统的来看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线性映射。注意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定义域空间跟对应域空间是同一个空间。那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就叫什么？就叫做 linear operator， 我们叫做线性算子叫线性算子。这个各位可以看出来那也强调一下，就是说它的维度在我们的没有特别说明之前的话，我们几乎都只是研究有限维的向量空间这个我就不要在符号上再花太多时间了那再重新宣布一遍，就是说这个向量空间的话是由这个基底编制出来。那因为以前我看过好几本书的符号，它就很简单这么写法，就很简洁写一个大 V 等于这个中括弧的 V1 到Vn那这样就等于说很简单的说明它是由某一个这个基底也就是说 n 个向量所编织出来的空间这样所以这个简单的符号各位要看一看。那再复习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玩这个线性代数或者整个的一个计算过程里面，我们会去看这个叫做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向量表示式。一个 V 它一定可以怎么样表成这一个基底的线性组合。那把它的系数拉出来，系数拉出来以后的话，就是说那还要知道说它是基于什么一个坐标系，就是哪一个基底所规范出来的话，这样就可以的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一个这向量表示式所以这个基本上还是要把这些符号简单的看一下。那看一下的话，就是说在玩线性映射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不需要把一个函数的定义域的每一个向量都分析一遍，我只要分析什么就好了？我只要分析这 n 花子弹，就是说基底里面的 n 花子弹的线性组合。那各位可以看出来，映射过去变这个结果，变这个结果，变这个结果。
所以我只要分析它的映射行为，它的映射行为，它映射就可以了。所以一般我们在研究线性这一个映射的时候呢，在研究这 N 花子弹，所以上课常讲跟学员讲，叫 N 花子弹的这一个弹道的那个行为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边要来特别强调研究线性代数的一个特质，非常棒的一个特质。好，那有这样的概念呢，我很快的把在以前录过一档的这一个线性映射有没有线性代数再把这些符号再重新讲一遍哈。那这边有很多基本的概念哈，比如说这是一个线性算值，它是个线性算值嘿，那它会把定义域的零向量把它映射到对应域的零向量嘿，好，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啊，我再画个图给各位看嘿，就是说因为它是线性算值嘛，所以呢它的那一个 t 是定义域是v， 那对应域呢也是 v 这样嘿，所以这边呢的零向量哈，那映射到这边的零向量嘿，所以这个很明显看出来。它的映射行为是这样，那这个在考试的时候，这个常常被考。那考的话就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说让同学对符号的表现会不会很具体的写出来？那第二个对线性代数的那个特质会不会引用比如说呢，这是我的怎么样？我准备把零向量映射过去，那因为我就把零写成0加0没有问题那利用线性映射怎么样？利用线性映射的这一个条件有没有？我们前面讲过 t 怎么样呢 ？x 向量加 y 向量会等于什么呢？等于 t 的 x 再加怎么样 t 的 y 向量所以这个在前面已经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很简单，所以它就变成这个结果出来。那变这个结果出来以后的话，我就下面写说 by Kensor Law 用消去率什么意思我在这边很简单的用一个颜色来跟各位做分析比如说呢，消去率就是我把它消掉。跟它消掉，那消掉呢？这边就变零向量嘿，所以最后的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就会等于它的这个式子，所以整个的消去率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的结果会得到这个结果 ，t0 会得到0嘿，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很明显的看出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你要能够很具体的表现出这个这个撰写数学符号的过程，这个是要有一点点修炼这样嘿，好。那接下去的话，我们来往下看就说我赶快来把一些基本的知识先复习一遍这边的复习是这么讲就是说这是我的一个这是还是用这一个红色会比较 mark 比较清楚这样这是一个函数。那在我们中学的时候就会常讲说这个函数老师会教我们说中学的时候老师讲这是个定义域函数映射过去，这是对应域有没有？那这边有一个元素 a。这边一个元素 b 有没有？那它把它映射过来，那映射过来的话，就说，什么是函数？那这一段很多同学都没有把它记下来，要记下来，就是说，对于所有的 a， 也就是说，定义域里面的怎么样，每一个向量，每一个元素呢，都要映射出去。那映射的时候怎么样呢？它映过去的时候怎么样？只能映到某一个元素而已，不可以说一个元素映多个元素。所以这一块怎么样？这块是穷尽映射 for all。穷尽映射，我们看出来，那这个打过去的话，怎么样？只有一花弹着点，所以这是 unique， 它不可以一花子弹打很多花子弹这个数学符号，各位去了解一下，这样好，这样没问题呢。再来，我们在研究这个，我们下大概到第6章吧，会讲一个叫做 reversible， reversible， 就是说整个在量子计算里面的那些quantum gate 的话。或 quantum circuit 的话，很多都是 reversible， 那什么意思？后面再讲了那原则上会用到我这一边怎么样？这几个名词，第一个来看 one to one， 那 one to one 意思是说这个函数它本身是1对11对，那有人会把它写成 one to one， 更简单有没有？更简单的写法这样。那它的做法是这样，我画个图来看比较快，有没有？所以这个是我的 A， 这映射到过来，这是我的。B 这是我的 F， 那这里的意思是说两发不同的子弹 A 跟 B 有没有？它打过去，好，改一下，好，你看，等于是说这个的话，你看这是我的 B 映射过去的这发子弹 FA， 好，那映射过去的这一发子弹这一个 FB 怎么样？他们会不等，就是说这两个不等的话。
啊，那怎么样呢？这两个也要不等啊，这个1对1。那万一弹着点就是弹着点同一发子弹的话呢，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是不同的子弹打过来的。什么意思？在函数的定义里面是可以多对1的啊，但是1对1的意思是说这是弹着，我把它叫弹着点，有没有？那这个弹着点是由子弹 A 打中的，这个弹着点是由这个子弹 B 打中的。那所谓的1对1就是说不可以是不同的子弹打中同一个靶心。好，那这样的一个数学符号，你们再慢慢去 study 一下哈。那这个严谨的数学符号的定义哈，一定要熟识哈，一定要熟识这样嘿。好，那还有一个叫 onto 哈，一个叫 onto。什么叫 onto？啊，这个在函数里头的话，我来很快写一下哈，因为同学很可能都忘了哈，所以这个是我的 A， 这是我的 B， 这是我的 F。那里面会有一个怎么样 ？FA。这个 FA 有没有看出来？那什么叫 FA？FA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哈 ，FA 的意思是所有的这个 F of A， A 属于 A， 把它映射过去，所以呢，它是由所有怎么样？所有的这一个子弹所打中的部分，所以这一个我们就叫什么？我们叫做 range， 叫值域。有没有看出来？哈，那我们知道说外面这个叫什么？叫 codomain 对应域，所以很多的英文名词你要记起来。那这个当然我们前面讲过，说你还是要我帮你们再复习一遍，它叫 domain。那像 EMI 里面就是要求你要把这些专有的英文名词全部都记起来。那它的观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onto 的意思是我的值域跟我的对应域是同一个把它盖住的。所以记得以前我们在高中读书，那时候我们有一本叫实验本，它叫盖射。就是打过去呢，就怎么样？所有的子弹会把对应域全部把它盖满，把它盖满。所以那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告诉我说，对面的每一个靶一定会至少会被1发子弹打中。有没有看到？至少会被1发子弹，有没有？对面的这个靶一定会至少会被1发子弹打，那所以那个靶就没有什么漏网之鱼，这样所以这个的符号写法，你们就自己再去注意一下，因为在前面有讲过的一次了哈。但是符号的熟练度要不断的反复的去看。好，那我们赶快再往下看哈，就是我们来看我们的 kernel。我们 kernel 的话就是说，这是个线性映射，这是个线性映射哈，这是个线性映射这样这是我 V 映射到 V。那所谓的这边是我的子弹0有没有？那所有的那一些怎么样呢？打中子弹0所成的集合，就叫做 kernel T。我这样讲是很概念，有没有？但是数学符号在这里，有没有看出来？所以你们就自己看一下这个数学符号。那 TV 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值域就不用讲，这跟刚刚一模一样的一个数学符号这样好，那问题来了，就是说在这个的结构里头的话，就告诉我们说，要来看看，竟然这一个 kernel T 是 V 的什么子空间？子空间有没有看出来？很明显就是说，那怎么证明？就是我从里面挖出2个向量出来，再找到2个这个什么2个的那个系数，我来把它打看，那再按照线性映射的条件没有问题，0 0得0所以0打中0 ，x 打中0 ，y 打中0，那它们的线性组也是打中0，所以呢，它属于什么？属于kernel T。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证明什么？证明子空间的一个数学手法。那这个是都常考的题目同学要熟练一下。再来看我们另外一个，我们来看这个也是一样手法。我从里面挑出2个子弹，2个弹着点，2个弹着点出来。那弹着点的话，一定是有2发子弹打中它，有没有 ？x 跟 y 好，所以呢，这个弹着点的线性组合就把它拉回去，就是那边的2个子弹的线性组合。没有错，所以我可以在定义域里面找到一个什么？一个子弹来打中怎么样？打中这个复合的子弹这样弹着点这个注意，对应域叫弹着点好，所以我用这个很简单的概念讲一遍那数学符号也有这种概念的话，你们都读起来就比较简单，你们看到好，所以大致你可以看到说，刚刚我就很快的这个简单的说明了一下什么？说明了一下这一个linear operator 就是把线性映射把它定义域跟对应域同一个向量空间，因为以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量子计算都长成这个样子。我就把它相关的一些理论呢做一个汇整，这样那当然有更多更复杂的东西
我们还是有机会还是要认真学习这样嘿。那当然包括这一个包括这个后面还有那个不同的结构哈，不同的那个理论哈，我会在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哈。那在目前这一章哈，那包括还有下面那一章的话，我们就尽量端出有用的跟那一个量子计算有关的那个相关的数学哈，那帮各位强化一下这样哈。好。